Hello，大家好，我是伟轩，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12月份，也就是丙子月。那这个月份啊，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能量呢？我们啊，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那这个视频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丙子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丙子。丙呢是属阳的火，那我们在形象上呢，它就好像一个太阳。子呢，它主要的元素是癸水，癸水呢是属阴的水。我们以形象来看，它就是一个云朵或者呢雾气。那当我们结合这2个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丙子月啊，就好像一个躲藏在云朵后面的太阳。或者呢是冬天的太阳，所以啊这个月份的能量啊，我会说呢是蛮 OK 的，是非常的平坦或者顺畅的一个月份。所以啊，如果你过去呢还有很多的项目啊，很多的事情啊，需要你持续的去完成它，持续的输出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可以给到你很好的一个帮助啦。丙火呢，通常可以给到人的是一种热忱，一种激情。但是啊，如果这个丙火的能量过度的话，别人呢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就好像啊你在路上突然间遇到了一个过度热忱的一个陌生人的话，你会感觉非常的不喜欢，你快点想要逃跑，对吧？所以呢，这个热忱啊，我们也需要让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下，它才可以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对吧？我们不能没有热忱，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也不能过度的热忱于一件事情上。所以呢，这个月份啊的那个癸水，就是一个很好去控制这丙火很容易过度热忱的一个状态啦。因为我们在八字五行里面的话，丙火通常呢，我们需要一点的癸水来控制它的能量。所以呢，这个月份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也会称它为一个受控制的热忱。那这个受控制的热忱啊，我们运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的话，其实呢，它是可以给你很好的一种可以持续燃烧、持续的有一种动力、持续的想要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感觉。所以啊，在这个月份呢，你真的还有什么目标，还有什么事项等待着你去完成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应该是可以让你很好的去完成的一个时间啦。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想重新找回自己的一点热忱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其实也是还蛮不错去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呢，这个热忱呢，它虽然说不会这么的明显，不会这么的让你容易看到，但是呢，至少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的，你是可以去以比较温和、比较让你个人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式啊，去找寻到它的。所以呢，如果你生活上需要一点的动力，需要一点的热忱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其实呢也是可以给到你很好这样子的一个扶持的。好，那是第一点。好，那第2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月份有的吉凶星是什么啦。那吉星呢，我们有将星、三合、金贵，还有太极贵人。那凶星的话，我们有披头、白虎、天雄，还有咸池了。那这个月份呢，我会主要专注在好几个星，我们主要呢利用这几个星来配合我们这个月份的一个能量。那我这里呢，主要会用将星，还有白虎和天雄。那你会问，为什么我们要用凶星啊？那不是非常的不好吗？那先听我解释一下。我会主要选这3个星啊，其实是因为他们同时呢，都会带有一点的固执的性格，或者呢，一种比较持续去做某一个事情，或者有一种动力去做一些事情的心。
所以呢，我们配合刚才第一点来看的话，我们讲的是一种受控制的热忱，对吧？所以呢，这些星啊，在这个月份啊，也会属于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会比较受控制一点点，它会让你呢做事情啊比较有动力，比较有干劲，你会比较勇敢一点点，你呢会比较愿意去尝试，会愿意去改变，愿意去做那个事情。你呢不太会在躺平啊，或者感觉非常的慵懒啊这种感觉啦。所以呢，我们这个月份啊，可以用这3个星，我们去启动它。那当你啊这样子配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这个月份12月份，虽然大家都可能在度假啦，大家在要过圣诞节啊、过新年啊的一个心情了，但是呢，你好像反而呢完成了比别人更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所以啊，如果啊你想比别人啊更快一步开始新的一年的话，你想呢比别人啊走在更前一点点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就是很好的去帮助你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啦。那别人呢都已经在放假了，在放松了，把工作啊已经抛在远远了，但是呢你反而找到了一个方法，去让你啊你工作之余你也不会埋怨，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因为啊我们有的这些能量来扶持你的时候，你会感觉比较轻松，你会感觉比较容易去做你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啦。好，这是第2点。那第3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月份啊，你要多留意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或者新的人出现。这背后的原理啊，是我们今年是甲辰年，对吧？然后我们的月份呢是丙子月，所以呢，子跟辰啊，其实是属于3合里面的半合，代表人们呢会比较尝试想要找新的合作机会，新的人加入他们。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月份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意念，你想说我想要扩张新的一个合作方向，一个新的合作项目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月份多留意这个机会是否会出现啊。那很大可能呢，这个机会啊，这个人啊，是完全不在于你同一个领域里面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原本是处于某一个行业，或者呢你生活是某一个圈子，但是呢这个新的机会，新的人是完全跟你不一样的领域的，跟你完全不同圈子的。所以呢你如果愿意的话，你要可以打开这个眼界，你要打开这个心胸啊，去接受它。如果你要的话，那对我来说啊，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啦。因为如果你永远只是待在自己的一个圈子里面的话，其实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发展机会啊，也会比较有限。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接触到一些全新、你不认识的、你完全不理解的、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的话，那也不是很好嘛。这个月份啊，记得多留意这方面的机会啦。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啊，你需要知道有关丙子月的事情，还有啊，你如何比别人啊更踩先一步、更优先一步啊，开启新的一年的方法啦。那接下来呢，我就会针对10个日主啊来做比较详细的分析。那这个部分的话，首先当然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了，我已经拍过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那边查看。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立刻进入内容。那首先第一个啊是甲木，甲木进入的是食神还有正印的月份。那甲木啊，我觉得啊这个月份是还蛮不错的，
你可以想象呢，就是在一个非常温暖或者非常温柔的太阳底下的一棵树。那这个树呢，是不是可以长得比较好一点点？虽然啊，那个天气啊会比较寒冷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冬天的一个太阳，但是啊，所有的事情呢还是可以顺利的或者比较顺畅的去进行的。而且，如果你可以有一点的耐心，你有一点的毅力，你可以持续的去付出，持续的去创造价值的话，那你还是会在未来呀收割你的一个成果的。因为我们的正印啊跟食神啊，基本上呢都是谈比较长远的一个结果。他们做事情呢都是比较长远一点的，比较缓慢一点的。它不是那种快速赚钱啊，或者快速得到结果的一个能量啦。正印讲的是一个长期学习、长期投入在某一个领域去进修、去提升自己，就好像啊，你要去种一棵树，你要去灌溉它，然后不断的持续，每一天都去浇水，每一天都浇水。但是呢，你不会说我今天浇水，它明天就要长出来，对吧？所以呢，它就是不断的浇水，不断的浇水，可能要浇水个10年，这个树呢才可以长到非常的好。那它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这样子啦。那食神呢也是一样，食神呢就是有一个结果嘛，你是创造某一个东西出来。那食神呢，通常会过度的完美主义，或者呢，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思考他要怎么去打造这个东西。所以啊，我们这2个能量呢，讲的都是长期的一个长远的。那我们要走这个长远的路的话，你最需要的一个特质，你最需要的一个能量，其实就是耐心啦。那这个月份呢，就是很好的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或者给你一个这样子的扶持，提醒你，你需要完成什么事情的话，你需要以长远来看，然后你现在呢需要的其实只是一点的耐心。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伤官还有偏印的月份。那乙木啊，在这个月份呢，就走完全比较不一样的路线。他要的呢是找寻别人所忽略的一个空隙，或者别人所忽略的一个领域，然后去那边呢去掌握那个部分，或者呢去占领那个部分。乙木啊，通常呢，他们在生活里面，在人生里面的一个策略啊，都是要用比较创意的、比较灵活的一个方式啊，去找方法。那这个月份呢，你们更需要利用你们的一种灵机一动，或者呢比较灵活、比较创意的思维啊，去找你现在你要努力的那个领域啊，是否有一些别人不要的，或者别人忽略掉的一些小小的细缝，那大家没有关注到，那你是否可以去那一边呢，成为好像那个领域一个最大的一个声音，或者呢成为最别人注目的一个点，这样子。因为当你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细缝，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啊，你呢就是要做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一个动作，让别人呢看到你，让别人呢注意到你。那这个月份啊，你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那你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好处。伤官跟偏印啊，讲的都是要走一种偏锋，要走一种比较另类、比较不一样的路线。伤官啊，就是要特别、要突出、要表现，对吧？那偏印呢，走的是比较另类、比较不一样，你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路线。
所以我们结合这两个来看的话，要动用到你更创意的一个思维去找寻一个出路啦。那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或者工作是处于一个困境，没有一个突破点，不知道要走哪里去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啦。那如果你的生活都很 OK， 那倒不如你可以尝试呢，来给你自己的生活制造一点的乐趣，或者呢制造一点的刺激啦。那这个刺激呢，当然不是叫你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啦。那这个呢，只是说你制造一点的机会，说不定呢，你就因为这样子而为你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收入更多的一些人脉因为乙木呢是很看重这个人脉的，所以如果你可能可以这样子做的话，你说不定呢就这样收获更多啦。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比肩还有正官的月份。那丙火这个月份呢，我会说反而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呢，我们丙火有时候不喜欢再看到另外一个丙火，所以你已经是丙火的日主，如果能量还是丙火的话，对你来说会比较挑战一点点。那这个挑战呢，通常是在哪里？是在你的个人的自我价值或者自我认知方面，因为你会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就是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样子。但是呢，这个月份呢，会有很多的事情或者一些挑战来到你这里，因为正官呢讲的都是一些限制你的东西，它会来影响你，然后让你觉得为什么我不能达到我要的那一个状态？为什么呢？我不能做到我要的那个结果？所以导致呢，你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比较消沉一点所以在这个月份，丙火反而要做的是让自己呢比较放缓一点，你呢要让自己呢这个月份是允许自己是慢慢的去 progress， 慢慢的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不要呢过度的强硬去要突破，或者强硬呢要让某一个事情成为你要的那个样子。很多事情呢，可能需要一点的时间。那你这个月份呢，如果你是非常的强硬，非常的自我，你觉得非得这样不可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你就会感觉比较痛苦一点点啦。那我会给的建议就是放轻松一点，让所有事情呢都可以比较自然的去发展。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还是持续的输出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你就不要过度的执着于某一种的结果或者某一种的状态啦。好，那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劫财还有气煞的月份。那这个月份呢，你们要做的是去解决别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去找你在生活上是否有一些问题，或者你工作上同事都同时面对一样的问题，那大家呢都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情况。那你呢，这个时候就是最好进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人物啦。因为这个月份呢的能量其实呢对你来说也不是那么的理想。OK， 因为它是一个丙火，丙火呢会很常呢容易过度的照耀，别人的目光会被这个丙火所吸引，然后把你这个丁火呢所忽略掉。所以呢，你这个月份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解决大家呢
都在忙着去解决的东西。就是说啊，你不要去那一些人多的地方，你要找呢一些好像大家都抛弃了或者大家都忽略掉了这些问题，然后你呢开始去那边帮他们解决问题。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别人会认为你在这个时候成为最亮的一个火，你会成为最亮的一个点，因为那个地方啊，很有可能就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你呢愿意走进去，然后去照亮，然后去解决那个问题的话，那别人啊就会视你为好像神或者一个太阳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因为你成功的把一个太阳不愿意照亮的地方所照亮了。那这个啊，其实就是所谓发挥更大你自己的一个价值的方式了。所以记得啊，在这个月份，如果你感觉啊外在的环境呢都对你不那么的注重，都把你忽略掉的话，记得要把自己呢移去别人啊可以关注到你的地方。其实啊，就是别人没有人要留意的一个地方，没有人要注意，没有人要去处理，没有人要去关注的一个课题。那如果你把自己转移去那一边，然后你真的成功把他们解决问题的话，那别人呢就会给你应得的一个关注，或者呢觉得你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啦。好，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这个月份走的是偏印还有正财。戊土啊，这个月份呢讲究的是你是否愿意投入应当的一个精力或者应当的一个努力啊去做某一个事情。戊土啊跟这个月份的能量啊其实呢互动不大，你可以说啊互不相干的一个能量。虽然说啊，它跟癸水呢是有一些的互动的，就是癸水呢会很容易聚集在这个戊土上，所以呢代表的是机会啊，或者一些新的赚钱的方式啊会来到你这里。但是呢，它前提是你要愿意付出相对应的一些努力，相对应的一些工作，你才会得到这个机会啦。那如果呢，你不做任何事情，就好像戊土这样的话，你不做任何的事情，你跟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其实又在没有太大的一个互动的话，这个机会啊，这个癸水呢，其实也是会比较难聚集在你这里啦。所以你们这个月份首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愿意让自己啊开始去努力做一些事情，无论做什么都好，你总之要动起来，你要做一点的事情，这个水的气可以聚集在你这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可以说啊，这个月份的能量呢也被你引来这里了，因为你开始跟它有一个互动了。那偏印的话，就是代表你会看到一个新的路途，或者一个新的可能性会出现在你前方啦。那如果现在呢，你是想要找一些突破的话，你想要找新的机会的话，你需要做的就是先动起来，无论做什么都好，你先让自己忙起来。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很有可能呢有一个新的路途会出现在你眼前。那不然的话，这个月份呢，你会好像处于也是一样的状态啦。OK， 比较慵懒，比较舒服，比较 OK 的一个感觉里面。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突破，变得更好的话，那记得要先动起来了。OK， 感觉好像戊土的建议每个月都一样啊，都是要动起来。好，那第6个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还有偏财的月份，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懂的东西，可能是你的知识啊，
你过去的经验啊，你可能个人的一些智慧啊，你所拥有的东西啦，总之你身上、你内心、你头脑里面有的东西，你要把它卖出来，英文叫 monetize。你要怎样懂得把这些所谓的知识，你所有的经验，你把它转换成一个商品或者一个服务，可以提供给这个市场的。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这么做。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分析都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做这个事情。那到最后呢，还是取决于你是否要这么做，或者你自己本身有东西可以转换出来。那如果你过去都是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没有学习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可能的确这个月份的能量会比较难被你利用啦。但是呢，我相信的是，如果你是生活到某一种年龄的话，那你肯定呢会有一点的经验是可以教导别人的，是可以传达给别人的。那你就需要把它集结起来，可能可以写一些文章拍一些视频或者呢只是做一些记录下来。那可能未来呢，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些课程一本书籍来销售。那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这么去可以输出的话，那另外一个你可以做的就是先让自己成为那个肥沃的土壤。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去吸收。那你在这个月份呢，也是可以开始疯狂的 去吸收新的知识，所谓新的养分给你自己啦。那当你不断的这么做的时候，你才会成为一个比较肥沃的土壤。那你在未来你要做任何事情，或者呢机会又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把它抓着，或者呢可以大展拳脚这样子啦。好，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七煞还有伤官的月份。那庚金这个月份呢，其实呢也是对你们不那么的理想啦，因为这个月份的能量对你们来说都不是那么的有帮助，或者那么的重要，所以呢，你反而会变得好像非常的空洞，但是呢，又同时非常的鲁莽，非常的冲动。那因为七煞跟伤官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其实呢是很容易出事情的，或者找到一些麻烦的。那所以呢，庚金它的本质是很喜欢有一个实质的东西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见得到，或者呢他们可以摸得到，去实际去做的一些事情啦。所以在这个月份呢，当你没有做到一些让你感觉有实质成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安，或者非常的躁动，所以你很可能呢就会做一些不那么安分守己的事情啦，所以就会制造了一些麻烦给你自己。所以呢，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让自己呢去专注在一些比较实质上有看到成果的事情。那这个呢，我会说可能你去做运动去锻炼肌肉锻炼身体或者呢去让自己参与某一些集训去锻炼自己某一个能力或者一些机能或者呢是可以让你掌控一些结果的。就不要呢只是空谈，或者只是在谈各自的一个理想或者各自的一个想法都不要。OK， 因为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让你自己觉得我很糟糕，我很不安，我非常的不舒服。那最好呢就是让自己可以很专注，然后
到最后呢是可以培养出或者培训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结果的事情上面，这个是庚金。好，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正官还有食神的月份。那辛金啊，这个月份呢，它会感觉啊，做同样的事情呢，让你们觉得非常的无聊。那也的确对辛金来说啊，如果你们不断的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话，其实呢，会让你们变得好像生锈这样子。或者呢，变得非常的暗淡无光。那在这个月份呢，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去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或者新的一个价值出来。因为食神还是讲的是一种创造，对吧？然后它也是一种创意，要一种新的突破。那我们结合正官的话，就是啊，在你原本的这个框架里面，其实呢，你已经做了蛮多，你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需要注入一些新的点子、新的方向、新的内容。那不然的话，你时间久了，你也会觉得无聊，或者呢没有办法展现你个人的一个能力，或者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你这个辛金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啦。那这个月份呢，就是很好的去让自己思考，我是否要注入一些新的元素，或者呢让自己去尝试不一样的一条路。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原本这个框架改变，或者呢让这个框架呢扩大。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所谓的创新啊，只是那一个东西或者那一刻的一个创新。但是呢，当我们创新过后，我们把它放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也不会很难嘛。那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日常，或者呢变成我们工作、我们生活里面非常普通的一个事情啦。那你这个月份呢，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啦。好，这是辛金。那第9个呢，我们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偏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呢，你只要记得一句话，就是 You say jump, I say how high. OK， 就是说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你会说好，可以。那我们要做到多大去 ？OK， 那这个月份呢，其实啊，就是要扩大你的一个舒适圈，扩大你的一个目标，让你可以呢比较容易的去把你的竞争对手给干掉。你这个月份要做的事情啊，就是通过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一个视野，不断扩大自己的一个目光，自己的一个目标。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呢才不会被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或者你现在所处的你的一个竞争的情况里面所捆绑着。那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呢会觉得你身边的同事或者你的同行他们呢都要来去抢你的资源，要来抢你的一个市场的份额。那当你可以去通过这样子扩大自己的视野，然后呢让自己往那个比较大的方向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些竞争对手也不是什么嘛，他们只是小咖，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对手。OK， 因为当你把自己放到更大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有更大的一个目标在上面，让我去好像去征服或者去完成。那你就不会呢这么的受这些
你现在的这些竞争啊所影响。反而呢，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你反而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啊，把他们淘汰掉了。很多人啊，在他们的事业里面，就是因为过度的只是专注在他们同一个层次、同一个所谓的level、同一个等级的对手上面，而不能去突破。因为他觉得啊，他的对手永远就是这些人，所以呢，你是永远不会突破的。因为如果你只把你的目光呢专注在这些人身上的话，那你就一直跟他们竞争罢了。那当你一直跟他们竞争的话，你要竞争到什么时候呢 ？OK， 那你只能等到他死，不然就是你死，对吧？那你可以做的壬水这个月份就是尝试去突破，我们去看更大的一个目标。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那其他的这些小咖呢就会被你忘记了。当你把目标放到更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体量，你就不会再执着于一些小的那些纠纷啊。那你反而呢，为了更大的目标去改变，去做一些你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啊，你反而其实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把他们干掉了。OK， 好，那这是壬水啦。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正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癸水啊，这个月份呢，我会觉得 teamwork，OK， 团队合作将会是你们这个月份的主题啦。那如果你现在这个月份有什么事情，你需要去更好的、持续的去完成的话，你其实可以很好找别人，或者找一些你的同事啊、你的工作伙伴啊、一些合伙的伙伴啊，一起来完成它。这个月份呢，你需要懂得的就是利用别人 ，OK， 利用大家一起来做事情的这个力量，来克服你生活上或者工作上的一些比较难的事情啦。如果只是一个癸水，就好像一滴水的话，你是很难控制那个太阳的，对吧？那你需要一堆 OK 很多的癸水，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们才会变成一个云朵，是吧？或者变成一个雾气。那这个东西啊，当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力量才比较大，然后你才可以控制着这个太阳。所以呢，这里的一个概念啊，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上有什么难的事情，或者你想要去克服的事情，你可以找跟你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呢，你的朋友去跟你完成某一个事情啦。那到最后呢是有回报的，因为毕竟呢它还是一个正财，正财代表的是有回报、有收入。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话，你用团队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事情的话，你还是会得到那个收获的啦。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丙子月你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去如何最大化这个月份的一个能量啦。那在这里呢，我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还有新年快乐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